故事的帷幕在1893年的芝加哥缓缓拉开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有一个名叫奥因克的少年，他的生活正被一场噩梦所笼罩。在学校里，有几个恶霸如同恶魔一般，已经持续欺负了奥因克整整2年。无论外面是狂风呼啸，还是细雨绵绵，这几个恶霸每天早晚都会准时出现在奥因克面前，对他拳脚相加，仿佛这就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乐趣。奥因克始终想不明白，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得罪了这群人。也许只是刚入学时不经意间多看了他们一眼，又或许仅仅是因为他们百无聊赖，需要找个可怜的人来取乐。无数次的挨打让奥因克的身体和心灵都布满了伤痕。渐渐的，他似乎对这种痛苦产生了一种麻木，习惯了在恐惧和疼痛中瑟瑟发抖。然而有一次，恶霸们的恶行突破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，他们像一群疯狂的野兽，脱光了奥因克的衣服，用锋利的剪刀剪掉了他的头发，还残忍地给他戴上了一张猪头面具，然后把他像货物一样捆在学校的树上。整个夜晚，奥因克的哭喊声在寂静的校园里回荡，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伸出援手。直到第2天上课，才有老师发现了他，赶紧报了警，将他解救下来。这本该是一起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严重校园暴力事件，那些作恶多端的肇事者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。可现实却无比残酷，恶霸的头竟然是校长的外甥。最终，他们找来了一个年仅14岁的小跟班，威逼利诱他承认这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干的。看着那群人嚣张跋扈的笑容，奥因克的心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刀狠狠地刺痛，愤怒和仇恨在他的心中熊熊燃烧。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，奥因克下定决心要为自己讨回公道。那一天，他在上学前将一根撬棍悄悄地放进了书包里，就像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，怀揣着复仇的决心。当奥因克看到校霸们正在肆意调戏女老师时，他心中积攒已久的怒火瞬间爆发。他猛地从书包里掏出撬棍，用尽全身的力气朝着恶霸头挥舞过去。那一刻，他眼中只有仇恨，没有丝毫的退缩。在撬棍落下的瞬间，恶霸头应声倒地。然而双拳难敌四手，奥因克很快就被其他恶霸再次制服。他们像一群恶狼一样对他拳打脚踢，奥因克几度昏迷过去。在一阵刺耳的嘲笑声中，恶霸们又拿出了那张猪头面具，嘴里还恶狠狠地说着猪就得有猪药。接着他们竟然用针线将面具缝在了奥因克的脸上，然后像扔垃圾一样把他丢进了猪圈里。几个恶霸在打闹中渐渐远去，而奥因克也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中。他的父亲心急如焚，四处寻找他的下落。可是警方在猪圈里只找到了一张猪皮面具，没有任何关于奥因克的其他线索。最终，奥因克被官方列为失踪人口。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个可怜的少年恐怕已经遭遇了不测。不久之后，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，恶霸头神秘失踪了。3天后，人们在屠宰场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他被绑在传送带上，姿势就像一头等待宰杀的猪。当屠宰机器启动时，巨大的锯子无情地将他拦腰切断。凶手似乎还觉得不够解恨，又用锋利的屠刀砍下了他的双手，然后把他倒挂在钩子上，就像市场上待售的猪肉一样，场面恐怖至极。警方第一时间怀疑到了奥因克的父亲，将他拘押起来进行调查。然而在他被关押期间，其他参与霸凌的人也一个接一个地遭遇了惨祸。他们被开膛破肚，扒皮抽筋，最后被吊在浴室里，鲜血流尽而亡。而此时，奥因克的父亲还被牢牢地控制在警方手中，他根本没有作案的可能。那么这个神秘的凶手究竟是谁呢？芝加哥警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无奈之中，案件的侦破工作陷入了僵局。就在这时，一位80岁的老人提供了一条唯一的线索。他说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他路过一条小巷时，看到了一个身材魁梧、长着猪头的壮汉。这个壮汉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和一个铁钩，用那双阴森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他，嘴里还发出低沉的猪叫声。老人吓得魂飞魄散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那壮汉就退回了巷子深处，消失在了黑暗中。此后，关于猪头屠夫的传说在芝加哥迅速传开，人们纷纷猜测，这个神秘的猪头屠夫就是奥因克的冤魂，他回来向那些曾经欺负过他的人复仇了。一时间，整个芝加哥都被一种恐惧的氛围所笼罩，人们在夜晚不敢独自出门，生怕遇到那个恐怖的身影。当所有的恶霸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，猪头屠夫也仿佛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悄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。然而，这个恐怖的传说却一直流传至今，甚至对欧美的恐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如今，那些戴着各种恐怖面具的杀人狂魔形象，比如杰森、麦克等，追根溯源都能找到猪头屠夫的影子。虽然被猪吃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这种可能性毕竟不是零。
所以，当你在寂静的夜晚听到猪的哼哼声时，最好还是下意识地回头看一眼，说不定在你的身后，正有一个戴着面具的恐怖身影在悄悄地注视着你。